大家都有选择困难症，尤其是在物质丰富的今天，选择困难症就好像是不治之症。你根本就不着急选，不慌不忙，没人在催，今天不选，明天也可以，你就会陷入了一种慢慢来，总有机会选的错觉。比如你去逛街买衣服，看来看去，犹豫半天，左一件右一件，都试了个 N 遍，最后什么也没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缺衣服呀，你只是想花钱爽一下，而且你知道这家店明天还会开，后天也会开，你可以回家好好想想再来买。你没有时间压力，所以你才有条件用心挑选，慢慢挑选。但就像我小时候考试做选择题，有时间限制，没那时间让你慢慢琢磨。如果碰到了有些题不会怎么办？那就别无选择，只能果断碰运气。选择题 A、B、C、D， 哪个顺眼就选哪一个，哪个字数最多就选哪一个，因为再不选的话就要收卷了。如果我选的话，还有1/4的机会蒙对。这说明什么？不着急的话，你煎个蛋都有闲情逸致挑蛋壳。但如果事情变得很着急，比如泰坦尼克号撞冰山，你不跳都得跳。拿刚才考试的那个例子来说，如果没人催你交卷，你就会反复改，甚至想把整张卷子重做一遍。如果没有时间限制，你就永远写不完。精益求精不好吗？做好充足的准备再做选择不好吗？其实挺好的，越有准备的选择越不容易出错，是不是？反正有的是时间和机会，我觉得选慢点或者暂时不去选，那又怎么了？然后你就意识到时间偷偷把你的选择窗口给关掉了。商场明天还会开，但人生的某些路口不等人，你拖着不选，命运就会替你选，或者选项会消失，让你没得选。当初要是勇敢一点，积极一点，做出选择的话，应该就不会有这么多遗憾了吧？那就选吧，你不想拖，你要积极起来。但遇到选择题呢，又卡在了那里。没问题，我们知道怎么解决，你只是没有被逼到那个份上，那就自己给自己制造逼到份上的感觉，制造不得不选的紧迫感。比如你今天要逛街买衣服，那就先买一张电影票，你只有40分钟挑选衣服 A 还是 B， 做不了决定就得错过电影的开场。再举个例子，就像假设你现在背后有只老虎在追你，前面有2条路，左边还是右边，你选哪一边？给你3秒钟，1、2、3。不好意思，你已经被吃了。你都要被吃了，你还有时间和心思去分析对比和纠结吗？左边和右边哪边顺眼走哪一边，只能这样了，因为命很重要。这时候你才知道你没有选择困难症，你只是没有被逼到必须选。你会发现当时间开始滴答滴答，你的犹豫突然就没了，但是你可能会变得焦躁起来。没关系，这么一点程度的焦躁是健康的，这是正向的压力，能迫使你做出选择，让你不再过度分析，你开始使用直觉。直觉就像是一种大数据筛选，你一眼看中的东西一般都是对的，所有的果断都是在必须做决定的那一刻诞生。你只要让自己提早进入那个时刻，你就会发现你的选择困难症治好了。原来杀伐果断是这么爽。总结，如果你也有这个不慌不慢型选择困难症，那就把选择拉近，把压力拉满，别等命运来收卷，你得学会自己按下倒计时。